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有趣的现象啊，在韩国出现了一个叫做1020韩江一代这么个群体。这个现象令人惊讶，因为它打破了我们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这种传统认知。通常来说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往往被视为严肃文学的代表啊，他们的作品更容易受到中老年读者的欢迎。但是韩江显然打破了这个常规。最新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18到29岁年龄段的读者中，有25.5%的人已经读过了他的作品，这个比例是所有年龄段中最高的。那更有趣的是韩江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传统文学的这个范畴。比如说26岁的歌手朴慧媛艺名叫 HYNN 就是因为读了韩江的《白色》The White Book 而获得了灵感。HYNN 的发音和韩文的白色很相近。据他的经纪公司透露他是被书中即使我变得污浊，我也只会传递纯净的东西这句话深深打动，并以此给自己立下了志向。连 BTS 的成员 V 就是金泰亨在服役期间也在阅读韩江的《人间》，所以这种现象在流行文化界没有太常见。毕竟偶像明星很少公开自己在读什么严肃文学，对吧？那为什么韩江的作品能够如此广泛地影响年轻一代呢？弘毅大学的宋智妍教授认为这和现代年轻人的特质有关。虽然他们没有直接经历过像光州事件这样的历史创伤，但是他们对人权和个人尊严的议题是特别敏感，这就让他们能够深刻理解和共情韩江作品中描写的个人的苦难和牺牲。一个23岁的读者说当他读到风在吹中那个血友病患者的故事的时候呢，感受到我仍然拥有人性。另一位读者的说通过人间中那个说因为无法为你举行葬礼，所以我的人生成了你的葬礼的这个角色，体会到了一种代理性的母性。那最令人震撼的可能是一位18岁读者的反应，他读到人间中东浩的这个角色因为没有及时的去救助被枪击的朋友而感到内疚，直到死去。这位年轻读者就问道，为什么那些犯下罪行的大人们反而不会感到内疚呢？正是经历过这种对历史创伤的深刻思考和对人性的探讨，让韩江的作品超越了年龄的界限。中原大学的这个金宪直教授分析说呢，通过韩江笔下描绘的这种苦难的连带感，年轻一代呢能找到自我认同，这是对当下社会氛围的一种反应因为为了生存，年轻人往往被迫变得麻木，而在人工智能革命带来的这种威胁下呢，这种共情能力就显得是尤为珍贵了。韩江的作品的普及性的高度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确实是比较罕见的，这可能和韩国社会的特点有关。韩国经历过军事独裁民主化运动，也经历过快速的这种现代化的进程这种社会变迁留下了创伤和记忆，通过韩江的这个笔触被转化为对人性的这种普遍思考。而韩国社会选择正视这些历史，让这些记忆能够公开讨论，成为社会共识的一部分。韩江的作品呢被收录进了高中教材学生们在课堂上讨论他的小说，这种做法本身就体现了韩国社会对历史记忆的这种态度而正是这种正视历史的勇气，让韩江的作品能够真实的描绘人性的光明和黑暗，从而引发读者的这种共鸣。所以韩江一代这个标签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韩国社会的成熟。它表明呢，一个社会只有正视自己的历史，才能培育出真正有深度的文学土壤，而这种土壤又能滋养出新一代的思考者和创作者。那作为一个作家，韩江从未试图把自己塑造成某种文化的偶像，他保持着一贯的低调和谦逊专注于自己的创作。但是韩江一代的这么个出现，他就证实了文学的力量。当一个作家以真诚的方式描绘人性和历史，他的影响力就会自然而然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那这种影响力不是短暂的，而是会融入历史就像韩江在《人间》中写到的那样，
这部小说就像是为了那些在光州失去生命的人点燃的蜡烛，他的作品啊，就像一盏盏为历史上人性点亮的这个烛光，照亮了年轻一代的思考和前进的道路。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视频，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